大家好，欢迎来到 Money Life 美股频道，我是 Ace。本期视频呢，准备花10来分钟和大家闲聊以下3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最近的投资心态，第二个是最近的视频创作方向，第三个就是关于太空热潮，我会具体说到 RKLB、SATS 以及即将上市的 SPCX SpaceX。今天的时间是2026年5月28号，也就意味着明天周五5月29号交易日结束之后，整个美股5月的交易就完结了。那么说这个是因为我回看了一下自己4月的美股投资总结，当时月尾我告诉大家我的投资收益是20%出头，其实已经觉得不错了，毕竟才过了4个月，才过了1年的1/3。但是5月下旬，我的美股收益都是保持在65%、70%甚至更高的位置，涨了一大截。相信屏幕前的你们也和我一样，在5月收获满满。那么在这种收获之下，我个人另一个感觉就是非常的累。一方面，因为 Ace 是这个内容创作者，我要做视频，我要进行文字创作，我有不同的会员社群要去管理。当收益很好、股市很好的时候，我自己也会分泌多巴胺，也很想去创作，有很强的创作欲望。另外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很多时候我都在盯盘，特别是从火箭实验室暴涨的那一天起，基本上每天晚上和以前不一样吧，盯盘的时间都要久一点。然后相信屏幕前的大家和我有同样的感受，就是当股票上涨过快的时候，我们总是有点担心它会下跌，因为有的时候下跌回撤的幅度很大，我们反而接受不了。这也是为什么我自己股票越是上涨，可能我越想去盯盘。一方面有欲望，另外一方面也想看，哎，到底什么时候这只股票会下降？我的账户什么时候才会回撤？我回撤了要怎么办？总之，上涨很甜蜜，但同时带来了很多的烦恼。刚好昨天是新加坡的公共假期，那么在陪孩子的时候，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我应该让自己休息一下。不过大家不用担心，休息的方式不是说我就不做视频了，不在 Twitter 发文了，不在社群和大家沟通了，而是说把自己的仓位方向调整一下，把自己的整个持仓从之前的激进调为保守。那么其实我在早前火箭实验室股价上涨的时候，已经去掉了融资。那么现在呢，我打算进一步去掉一些比较 high beta 或者是这个波动性非常强的股票，而买入一些我觉得让我放心，然后股价还在低位的股票。所以大致上呢，我在做的操作就是大幅度的减仓了 RKLB。最近在持续加仓，像 NVDA、英伟达这种涨不起来，但是我买了它不涨我也放心的股票。同时呢，像 SATS 这种股票，大家非常失望，但是我自己觉得这个位置加进去就像现金仓位一样，放心。就在做类似的去掉贝塔值，也就是波动性特别高的股票，而增加波动性小一点，或者是让我觉得放心一点的股票仓位。这样呢，就可以让我以一个比较好的心态去准备2周之后的 SpaceX 上市。所以接下来2周，我让自己整个大脑、整个身体先冷静下来，好好的去面对 SpaceX 的上市，自己呢也好好的做一个心灵的休息吧，因为最近真的是太忙了。顺着这个方向，接下来 Ace 分享今天视频的第2点内容，也就是最近 Ace 的视频创作方向的改变。相信大家已经看出来了，其实最近我的视频创作从长视频转移到了文字。以前呢，我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通过创作长视频发到 YouTube 的形式。那么慢慢开始呢，我通过文字形式在 Patreon 发文，吸引一些会员朋友们加入，作为博主的一些收入的主要来源。那么从上个月开始呢，我开始在 X，也就是 Twitter 平台发一些100字到300字的简单的自己的仓位，还有就是一些新闻的解读等等。那么目前我减少了在 YouTube 发长视频的频率，但是大大增加了文字创作的频率。我觉得文字创作的好处就是，Ace 可以以更快、更直接、有效的方式和大家互动。但是视频创作呢，如果不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其实用视频创作就很慢，因为
我要去准备材料，我要录视频，我要剪辑，然后发布，就整个过程会很漫长。所以接下来我的视频创作只会专注在个股分析以及一些非常重大的新闻事件的长篇解读，才会通过视频创作去发布。其实一路以来 Money Life 美股频道都没有说每周必须要发什么内容，每周几必须要发片，我都没有给自己这个压力，而是比较随意的。而接下来呢，会继续保持这种随意的风格。个股分析会尽量1-2周做一次，然后呢，重大事件会尽量及时的更新。但是文字创作方面，不管是发在 Patreon 会员社群，还是发在 Twitter 作为公开的平台，都更及时。这里就要说到 YouTube 一些 subscriber 朋友们的反馈，因为他们觉得Ace 的视频减少了，怎么样才能追踪呢？请大家一定要在 Patreon 或者是 Twitter 去追踪我，这是日常follow 我的更新最好的方式，而不是等我的视频，请屏幕前的大家一定理解。而等 Ace 的 Twitter 在随后1-2个月达到了平台开通 subscription 的标准之后，我会立即开通 subscription 的会员服务。那么有些朋友可能不喜欢在 Patreon 去使用这个 APP， 那么你们可以在 Twitter 上去看和 Patreon 上一模一样的会员内容。感谢大家关注我的频道，谢谢你们。视频的第3部分，我们来聊聊最近非常火热的太空板块股票。那么前几天我在 Twitter 发文，我就说看一看这些year to date 涨幅的太空股票太夸张了。我截了我手机上第一页从涨幅今年最多到最少的图片，甚至那一页火箭实验室都排不上榜。实际上火箭实验室今年涨幅也已经超过了100%，但是在我手机屏幕能够放下的那10来家公司里面，它排不上。所以我就觉得太夸张了，然后整个估值我觉得泡沫非常的大。然后呢，按照我的风格，我就直接告诉大家，现在如果你们要问我能够买入哪些太空公司，那么我都不会告诉你，或者说我会直接告诉你不能买。甚至今天呢，我也直接发帖告诉大家，在我的 RKOB 赚够了100万美金之后的现在，我决定大幅度的减仓。我的仓位现在减了非常多了，那么之所以剩下的仓位还要留着，是因为其中有一半左右我做了卖出看涨期权，所以我要等着可能被行权的这个可能性，对吧？我不能把股票大部分都卖了。然后其实这个问题我也想了很久，要不要卖，要不要卖？因为我知道很多人 follow 我是因为 RKLB。然后如果卖出去了，很多人可能也想要卖出去，那么卖出去就有种可能是卖飞了，对吧？你比如说我自己也不是昨天才卖，我前几天都在卖，我在130不到也卖过，甚至在100左右也小幅度的减仓过，只是说最近几天的减仓是比较密集、比较频繁的，然后把仓位从之前的超过50%一下子压缩到了30%，之后可能会更低。我希望屏幕前的朋友们，如果你和我一样在 RKLB 赚了很多的钱了，那么适度止盈是没问题的。其实我从130到现在一直都是这个观点，我们没有办法减在最高点，不要给自己压力。我其实现在减下去了，心里也说实话轻松了很多。希望屏幕前的朋友们做出自己的判断。我把我的决定、我的操作都告诉了大家，大家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去进行你们自己的决定。然后聊了火箭实验室，我们肯定要聊一下 SATS 和 SpaceX 这2家公司。大家知道我一直在投资 SATS， 但是最近它的股价走势真的非常差。一度跌破了125，现在好像夜盘甚至可能跌破120。我最近其实持续的在加仓，因为我比较坚信的就是我把它当做现金仓位来看待，然后它持有 SpaceX 在 IPO 股权稀释之前2.09%的股份，假设6%的稀释比例，我今天也算了一下，它在稀释之后，也就是 IPO 上市之后，会持有 SpaceX 大概1.96%的百分比的股份。那么我们就算2%吧，只要2万亿的 SpaceX 市值 ，SATS 持有的 SpaceX 股份的价值就会超过400亿。那么其实我比较坚信上市当天2万亿是买不到的，所以 SATS 在上市当天的股票价值按道理是需要超过2万亿的。我们还没有算 SATS 自己本身公司价值哦，这部分是有争议的，因为很多人觉得 SATS 公司本身不值钱，零，甚至是负资产。
所以现在 SATS 的股价120出头，意味着市场没有给它溢价，反而是给它折价。所以呢，大家可以有自己的判断，我的判断还是很坚定。这一部分我没赚到钱，是我自己决策，目前看来没有获得收益，不是一个好的决策，但是我还是愿意继续等待。如果它的股价在 SpaceX 上市当天以及之前还是在120、130出头，那么我甚至可能考虑改变计划，不会卖出 SATS 的股份。但是确定的是，不管卖不卖 SATS 的股份，我会在 SpaceX 上市第一天就去买入部分仓位的 SpaceX 的正股。大概可能是我总体仓位的10%，那么我也告诉过大家，我的 SpaceX 计划的仓位可能会占到我总体仓位的最终的20%、30%，甚至更多都有可能。那么本周呢 ，Ace 花了很多时间去做 SpaceX SE 招股书的分析，我已经发了一期具体财务数据的视频，然后呢，这2天在我的会员社群又分享了很多 SE 招股书里面的表格以及我自己的解读等等，基本上把招股书看得比较透彻了。那么无可否认的是 ，SpaceX 它的估值很高，但是我更愿意看到它未来的潜力。其实你非要说估值，它的估值应该比特斯拉还要好一些，毕竟它和 Anthropic 签了这个算力租赁协议，它的营收在未来会有一个爆发式的增长。而且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是，SpaceX 在太空领域是真的是遥非常多个遥遥领先的，它不只是领先一点点。这种护城河公司的存在，这么大规模的公司，其实现在你要去找是很难找到的。所以我在很早之前就默默的决定，既然我没有机会在过去去投资像英伟达、特斯拉早期的这些时候的机会，那么现在 SpaceX 上市之后，我愿意哪怕是第一天在高点买入了，我愿意去等待，去长期的持有。甚至我告诉会员朋友们，接下来的1-2年、3到5年，甚至更久的时间，SpaceX 都将是 Ace 以及 Money Life 美股频道最专注去 follow、去追踪它的新闻、它的基本面、它的消息面等等的公司之一。我会为大家带来非常多详细的分析。好，今天简短的视频就到这里，希望屏幕前的你们能够喜欢我今天一个比较随意的关于投资心态以及一些仓位调整的分享。如果大家有需要，欢迎通过视频下方的 V-Link 链接找到我不同的社交平台，你们喜欢哪个就可以在哪个平台上去关注我。如果你们需要富途木木或者是 OKX 的开户链接，也欢迎通过视频下方的 V-Link 链接找到对应的开通渠道。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视频再见。